他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，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，这就是他每天的主食。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，一勺汽水就这一口米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。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.5升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。问他为啥不喝水，他却说喝水会死。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喝下一大口，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，额头也渗出了汗，神情变得恍惚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，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，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，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，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，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，情况非常严重。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，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，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，加上心理作用，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，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。几天后节目组回访，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，现在每天都吃蔬菜，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。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，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。大爷每天拿着一黑色笔记本，一到凌晨3点就独自来到这片墓地，对着坟墓喃喃自语。有人之前就经常看到他出入墓地，认为他手里拿的正是死亡笔记。这天凌晨大家刚来到墓地，果然就听到了说话声，还真看到了这位大爷。小哥刚想上前搭话，大爷却挥了挥手，转身向墓地深处走去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即使在回家路上，大爷仍然在喃喃自语。大家实在好奇，问他到底在干啥，大爷却说自己在背诵韩国各地区的名字。至于为啥要在墓地背诵，是因为墓地比较安静，能够集中精力，而且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死亡笔记，而是个地区的邮政编码。小哥随机出了几个问题，大爷都对答如流。晨练的时候也要大声背诵，走到哪都能成为焦点，连狗狗都被他吸引了。跟他来到家里，墙上还贴满了要背诵的东西。大爷都一把年纪了，为啥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呢？真是奇怪。既然喜欢背，大家给他出了个任务，1天时间内记住韩国少女时代的团员名字。这下大爷有的忙了，先抄写了一遍，走到哪背到哪。检查时间到，大爷还真磕磕巴巴地背了下来。至于为啥喜欢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大爷说自己有轻微的老年痴呆，想通过背诵来增强记忆。医院也去过了，医生说大爷的记忆力还不错，坚持背诵会大大改善老年痴呆的症状。这对情侣为了减肥，每天吃过7发霉的食物，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深夜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，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山坡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面孔。村里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精神崩溃，每到夜幕降临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很多人自从见过这鬼脸后，每天都做噩梦。村长说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了。大妈还说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就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，村民都觉得肯定是那个心怀怨恨的人来索命了。来到傍晚，节目组对着山坡架起了摄像机，准备全程记录。村民都聚集在摄像机前面，都在等那张脸出现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准时浮现，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越说越离谱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，决定近距离多角度观察。走到鬼脸的位置，却只有一棵大树而已，稍微波动下藤蔓，这鬼脸的形状一下子就变了。换了几个角度再看，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原来这鬼脸是路灯照在大树上形成的阴影，对称的阴影就成了眼睛，树干成了鼻子，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知道真相的村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张笑脸，感觉可爱多了。
他靠着闻爸爸的臭袜子成功减肥，1年时间内竟然从160斤减到了98斤。他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，还说刚脱下来冒着热气的袜子效果最好。之所以用这种奇葩的减肥方式，完全是因为那件事。直到最后瘦下来，我才知道她有多漂亮。她之前也是个苗条的女孩，22岁那年去海外留学，寄宿在当地的居民家里。这一家人呢都是重量级的，每顿都是大鱼大肉。她刚开始也很懵，因为本身不喜欢吃肉，但架不住主人的热情，就跟着吃了起来。加上听不懂英语，别人问她好不好吃，她只会说 yes。主人以为她很喜欢吃肉，之后呢更是顿顿大鱼大肉。仅仅过了3个月，体重就增加了30斤，渐渐的也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。吃饭时她最常说的就是再来一碗。她尤其喜欢吃奶油，无论是烤肉还是零食，她都喜欢蘸上满满的奶油。慢慢的她发现之前的衣服已经穿不下了，肚子上的游泳圈也越来越明显。但即使这样，她也不觉得自己胖，因为和当地朋友比起来，她属于是非常苗条的，而且当地男生就喜欢胖胖的女孩。于是呢，她想着继续增肥，把朋友当成了自己的目标，比之前吃的更夸张。1年时间内体重变成了160斤。果然凭借胖胖的身材，在酒吧还真被帅哥搭讪了。留学结束后，她迫切的想回国，给男朋友展示自己的魔鬼身材。就在她想和男友来个拥抱时，结果男友根本没认出来。男朋友震惊了，你谁啊？隔天男友就提出了分手，理由呢也非常直接啊，你太胖了。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不叫微胖，而就是胖，发誓要减肥。于是呢开始运动，接着控制饮食，坚持了没几天，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就在放弃的边缘，突然传来了一股恶臭。抬头一看，就看到了爸爸的袜子，有这么臭吗？拿过来一闻，差点晕过去，瞬间就没了食欲，还不停的想吐。他突然灵光一现，通过闻臭袜子来控制食欲好像还不错。于是只要肚子饿了，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。刚脱下来的袜子效果最好，闻一下能顶一整天。再后来呢，他把臭袜子随身携带，父母吃饭他就闻臭袜子。就这样坚持用闻袜子的方式减肥，1年时间内他从160斤减到了98斤。之前的裤子穿在身上足足大了一大圈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这只是他个人的减肥方式，不一定正确，也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搞不好还容易肺部感染脚气。减肥呢量力而行，健健康康最重要。每当他一觉醒来，秋裤上就会出现10多个破洞。更夸张的是，10天内就烂了8条裤子。就算是新买的秋裤，也是穿一条烂一条，而且烂的部位还惊人的一致，破洞都出现在同一侧。最多的一条裤子有12个破洞，这些破洞大小不一，最大的有4厘米，最小的也有1厘米。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破洞出现的时间也没有任何规律，有时呢隔天出现，有时每天出现。更离奇的是，同睡一张床的丈夫，裤子每天都好好的，大妈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侧。出现这个情况后，还特意和老公换了位置，本以为就没事了，但她的秋裤还是每天都破。她觉得肯定是床上有什么小虫子，趁她睡觉的时候咬破的，于是把床翻了个底朝天，但并没有找到任何虫子。她一气之下更换了所有床单被褥，心想这次应该万事大吉了吧，万万没想到裤子还是照样烂。这离奇的现象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几个老光棍对着大妈的秋裤议论纷纷，他们猜来猜去，觉得这些洞很有可能是老鼠咬的，但这也说不通啊，为啥老鼠不咬棉被，也不咬丈夫的裤子，偏偏只咬她的秋裤呢？而且家里还养了一只猫，整天呢就睡在卧室里。大妈还说，如果是老鼠咬的，自己不会一点感觉没有。这时又有村民提到，他家后面就是山林，会不会是什么野生小动物咬烂的？于是我们在山上进行了仔细的搜索，并且在房子周围都撒上了石灰。可是几天过去了，石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村里上过高中的村民又说，会不会是某种化学药物腐蚀导致的？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否定了，因为裤子上没有任何腐蚀留下的痕迹，洞口边缘都是干干净净的，而且大妈的腿也毫发无伤。村子里有300多户人家，为什么只在她身上发生了这种离奇事件？会不会是因为得罪了人？但她老公说，如果是有人蓄意报复，唯一的通道就是屋后的这扇窗户，但窗户非常结实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通过这里。一番调查分析下来，还除了能想到的种种可能，依然找不到答案。大妈更慌了，秋裤依然每天破洞，最近还经常做噩梦，常常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在做梦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。最后我们找来了专家对着破洞研究了半天，看着破洞的边缘形状，专家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。大妈觉得很搞笑，为啥老鼠不咬丈夫的秋裤呢？专家猜测说，老鼠可能在打窝的时候用到了大妈的一些衣物，就比如破袜子之类的，并逐渐对衣物上的气味形成了条件反射。最近频繁咬秋裤，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窝，急需装修，于是就出来寻找熟悉的气味，就这样看中了大妈的秋裤。他家天花板上不停地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不得已只能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孔封了起来，但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，比鲱鱼罐头还要臭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。大妈给家里装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客厅、厨房、卧室各放1台，全天24小时开着，睡觉还要把净化器都搬到
卧室里，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这臭味已经持续了3年，到底是从何而来？大妈认为是楼上传下来的，但楼上好像并没人住。奇怪的是，半夜还总能听到高跟鞋走路的声音，想想都觉得诡异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带着专业设备来家检测，先检测了客厅天花板，接着又是厨房卫生间，都没有检测到任何数值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个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这气味的数值超过了34。要知道啊，马桶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检查后才发现，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，也就是说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传出来的。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。解决了臭味问题，下面大叔又出现了难以解释的问题，他可以死而复生，他每天都要死一次，死之前还要做一番诡异的仪式，穿着奇怪的衣服，对着太阳不停地挥手，嘴里还一直念着奇怪的咒语，接着从悬崖上纵身一跃，跳进了大海。节目组惊呆了，赶紧上前查看，看了一眼悬崖，差点尿裤子。悬崖有5层楼那么高，悬崖下的海浪非常狂野，礁石密布，稍不注意就会粉身碎骨。然而却发现他一点事没有，正在从悬崖底上往上爬。他还说19年来每天都要做一次。问他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只是说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要爱你就来。哎，真的是奇怪，路人都觉得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肯定会死，但他说这也是有诀窍的，跳下去的瞬间手臂要张开，在接触到水面之前要将身体向后翻转，就可以尽量避免受到伤害。而且呢，跳崖时机很重要，要等海浪打过来才可以跳，让海浪充当气垫。但即使这样还是免不了受伤，腿上布满了伤痕，连后脑勺都有一条5厘米的伤疤。但就算遍体鳞伤，他还是坚持每天跳一次，慢慢的就跳成了网红，甚至还在悬崖旁边开了一间网红餐厅。最后呢，他也终于说出这样做的原因。原来在200年前，一位神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宗教信仰，由于世俗的压力，他们不得不分手。神父伤心欲绝，跳进了大海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爱情，真的是有够狂浪。而下面这家人遇到了更神奇的事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16年前的信，上面显示信件是2002年从美国寄来的，关键信还是自己写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自己根本没去过美国，一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查看监控，发现信就是邮局的人送来的。母亲回家时顺手取了出来，虽然过去了16年，信件依旧保存完整，表面也干干净净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仔细想了想，终于想了起来，自己确实在美国留学过几天，信也确实是自己写的。记得当时发的是国际邮件，看着工作人员贴上的邮票，一切流程都没有错，但为什么16年后才送到？随后节目组去当地邮局咨询，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工作了30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另一个人猜测这封信可能漏在了某个犄角旮旯里，当时没有发现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节目组来到美国当地邮局，邮局表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概率极小，很可能就是掉落到了某个座椅角落，或者卡在了分类机的缝隙里。之前呢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。家人得知真相后长舒一口气，说去年还差点搬了新家，如果搬家了就再也收不到这封信了。那16年前的信上写了什么呢？原来是自己写给家人的生日祝福，这祝福属实有点晚了，他看着看着就哭了，那是回不去的青春啊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条小溪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感觉麻麻的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神奇的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全身酥麻，神清气爽，而且每天都会来泡一遍，有的还会把河水接回家，说这河水啊能治病。工作人员忍不住好奇摸了一下，瞬间感觉被电到了，接着摸了几块其他的石头，却并没有酥麻的感觉。整个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，真的是奇怪。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就发现了一间房子，刚想开门咨询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门上果然有电，而且看样子很久没有人住了。用电线把房子和旁边的石头连起来，电压竟然高达25伏，这就很反常了。电表拉闸后，电压接着就变成了0，而且那块石头也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在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短路位置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，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方式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。刚解决完石头的问题，下面这个西瓜又发生了新的问题，医生竟然在给西瓜做 CT， 因为这个西瓜发芽了，明明买的时候好好的，仅仅过了1个晚上就长出了新芽，而且还在肉眼可见的生长。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挤出来的，并且西瓜重量也变轻了。大叔说自从西瓜开始发芽后，家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自己身体感觉年轻了不少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都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烧香磕头。周围村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震惊，这个村民就说自己活了25年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，连这位种了50年西瓜的果农都是第一次听说。有人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成精了，才会
会产生神奇的力量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。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。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也可能是瓜农使用了催熟剂导致了发芽，最终顶破表皮冒了出来。种子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说以后不会再给西瓜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然而发芽的还不止西瓜，下面这个更加不可思议，泡在酒里5年的人参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，根系也变得更加发达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经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价100万想要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啊，气色都变好了。然而药酒专家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，猜测可能是主人泡酒时加入了豆芽，把豆芽误以为是人参发芽了，但主人却说并没有往酒里加过豆芽，还展示了最初泡酒的照片。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因为朋友见过他泡酒，大叔给朋友打电话确认，朋友也说当时人参没有发芽。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节目组找到大学教授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教授说，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教授猜测说，刚开始泡酒的人参是新鲜的，可能本身就已经长出了芽孢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孢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。还有个猜测是，瓶子的密封性不好，瓶内可能含有氧气，还未死掉的人参就有可能继续生长发芽。人参发芽的谜团终于被解开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每天都要偷鞋，还专偷有脚气的鞋子。奶奶的鞋就经常无缘无故的消失，大冬天只能光脚走回家。节目组来到他家，奶奶却让工作人员离门口远一点。不一会儿，门口就出现了一只狗，他仔细闻了闻，确定是奶奶的鞋后，叼起来就跑。工作人员赶紧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狗狗丢下鞋子开溜了。奶奶说，狗狗好像时刻监视着自己，每当脱下鞋，没一会儿就被它叼走了。不过还好，狗狗每次把鞋藏在固定的地点，奶奶都可以找到。现在它每2天去捡一次，这样正好能捡回1双。奶奶很困惑，为啥它只偷自己的鞋？节目组猜测，可能是奶奶的鞋气味独特。接着还做了个测试，让村民把鞋子都放在一起，看狗狗会如何选择。只见它从头到尾闻了一遍，很快就分辨出了奶奶的鞋，接着又叼走了。这次呢，节目组让奶奶穿1双新鞋，看狗狗还能不能分辨出来。奶奶穿着新鞋走了一圈，脱掉鞋子进屋后，狗狗就出现了。它像之前一样挨个闻，很明显，新鞋对狗狗的迷惑性很大。狗狗稍微有点犹豫，确认再三后，还是挑出了奶奶的新鞋。那它为啥痴迷于偷鞋？宠物医生说，狗狗把偷鞋当成了一种游戏，认为偷鞋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进而得到人们的关爱。不过要论奇葩，还得看下面这个。每到深夜，酒吧里就会出现满地的便便，花盆里的土被刨了出来，卫生纸也被撕得粉碎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。关键呢，钱也没有少。酒吧老板觉得这应该不是人，节目组决定近距离观察。等了好久，墙壁上突然传来声音，一块泡沫板在自行移动，工作人员都快吓尿了，壮着胆子继续观察。这时一只毛茸茸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只黄鼠狼。只见它来到草坪上一阵翻滚，这也太舒服了吧。随后就开始找酒喝。黄鼠狼很警惕，时刻都在观察门口的情况，但它拉的便便越来越多，店主很苦恼，决定用笼子把它抓住，先在笼中放入食物，接下来只需要等它上钩。晚上黄鼠狼再次出现，直接就被食物吸引了，但它非常谨慎，在入口徘徊了很久，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但是呢并没完全钻进去，留了一半身体在外面，叼上一块食物就退了出来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，吃完后没忍住又钻了进去，这次呢完全钻进了笼子里，吃完才发现中了圈套，对着入口一顿挠，没想到还真被它挠开了。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，决定再试一次。黄鼠狼这次犹豫半天都不敢进去，但大鸡腿实在太香了，还是钻了进去。这次呢成功抓到了它，随后把它带到野外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预备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，即使睡觉也不摘，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。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了就会做噩梦，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，也被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。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，看着很正常啊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真的是奇怪。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，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，慢慢的嘴巴变得
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，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，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。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，穿着白衣服，看着十分诡异，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。看到有人靠近，立马扛着琴跑了。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，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。第二天又见到了他，正戴着面具做表演。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。表演结束后，他终于摘下了面具，满头大汗。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？原来啊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，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，手脚不停出汗，以至于失误不断。慢慢的，只要有人在，自己就无法弹琴，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，当起了快递员。偶然的一次，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，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。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，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。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现在戴上面具后，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，感觉非常自在。节目组建议他摘掉面具表演，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。第二天下班后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。表演结束，他突然举起了牌子，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。这一刻，他决定摘掉面具，众人纷纷鼓掌支持。他不再紧张，不再恐惧，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。所以说，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。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